它注定沒有那麼適合長時間露營，除非以後又冒出什麼電池包。先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之前夠3A他才背刺我一次。这個配件叫多功能預錄充電座，我一直在想多功能的點到底是什麼，拿到手之後才知道哦，它後面是一個90度的鐵片，可以折疊的設計，勉勉強強可以當個支架，但上一代的老毛病還在。Go Ultra 原本單機身背面是有磁鐵的，但是到了底座上面它就沒有磁力了，可能是磁鐵會比較重吧，我不確定，但反正你是沒有辦法直接這樣磁吸到鐵片上面的。比較友善的是這次多給你一片水洗膠，或是叫可移膠、奈米膠，它是一種環保樹脂合成的粘膠，粘性沒有一般的粘膠那麼強，持久度還 OK。特色是一般的粘膠沾染毛絮或灰塵會整片廢掉，水洗膠可以水洗之後重新粘貼，號稱是可以重複使用1000次以上。這不是官方寫的，這是我用 AI 搜尋的。通常我不會把它從充電座上面拔下來，有一根毛一毛不拔。就算不拔下來，也還是可以吸到磁吸的頸掛。磁鐵的吸力是看接觸面積跟距離，雖然厚度變厚了，但因為接觸的面積很大，不至於因為有貼着粘膠就被磁鐵甩下來。因此我偏向建議你貼着，突然想要粘在牆壁上或天花板，你才不會找不到。缺點是支架的部分，你會常常去搬動嘛，就是這個鐵片的地方。但因為這片水洗膠的公差有點大，所以你在搬動支架的時候，會一直去撬動到水洗膠。然後剛開始用，對它的粘性不太放心的人，應該會一直想要去把它壓緊，例如我。所以我建議你不要這麼快把它的背膠紙撕掉，用個夾鏈袋或包裝袋先留起來。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這個粘膠一直粘在這裡，或者是你很少粘，也可以把它先拆掉收起來。然後和電池包不太一樣，這個底座本身沒有電池，你需要透過一個附的 USB-C 線去插行動電源或者插座。它的輸入電壓是15瓦，要求不高，你也不要故意插一些很老舊、電流小的行动電源，然後說，它越用越沒電壞了50收。但如果只是這樣子插着電，你插 Action Pod 其實也可以啊，你這樣子插勢必要有一些它更有優勢的點。我會覺得那個優勢應該是輕。除了充電座很輕，你會比較容易固定在身上，或是藏在一些很刁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支架的結構，水洗膠可以到處亂貼的設計，你甚至可以貼在天花板的角落，變成一個臨時的監視器。當然，你要伸得出超長的 USB-C 線啊，或是投影機的電。超輕量風道設計和鰭片設計，這個設計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它只是外觀好像很散熱，但裡面根本沒有風扇啊。原來我才是被設計的那一個。官方是寫可以有效控制溫升，有助於相機在使用時散熱。雖然因為熱傳導的特性，我感覺到會有熱氣從鰭片散出來，可是被動散熱和主動散熱最大的不同是缺乏相对低溫的热對啊，反正降溫效果有限的。夏季太陽直接加熱你的機器，大概還是會過熱。它更多是提供你一個長時間供電的方案。我們目光回到長時間，這個官方宣傳都一直在強調的長時間，居然在整個網頁都找不到答案。長時間到底是多長？因為我真的找不到答案，所以我只好自己測。我的實測是 4K 30p Auto Pure Video 自動低光模式，沒有開節省電量，在室溫攝氏28度的房間裡面錄影4個小時多，因過熱而停止錄影。4個小時，拍手！我覺得這個續航還是算經得起考驗的啦。Go Ultra 就是目前市面上所有迷你相機的品類當中，錄影時間最長的一個選項。單一結果不代表通用，尤其是騎車會讓相機曝曬很久的用戶。我能保證的只有 Go Ultra 在目前的所有迷你相機裡面，就是最不容易觸發過熱的。最不容易不代表不會，你還是要根據使用的習慣去考慮要不要改選更耐熱的運動相機或是全景相機。還有就是這個底座本身沒有防水的能力 ，Go Ultra 機身自己有 IPX8 的防水，可以潛水到10公尺 ，Action Pod 也有 IPX4， 雨天跟防潑濺還是沒有問題。但預錄底座本身不防水，所以就有點尷尬了。如果是爬山或是雨天的騎行，遇到下雨，你就要拿掉底座，先改用單機身自己錄影，小麻煩呢。如果確定自己很常遇到水，又希望能持續長時間的錄影，建議還是買額外販售防雨蓋的那種 S Pro 2或是 X5。防雨保護蓋也是目前 Insta360的品類裡面最有優勢的配件之一。那如果你其實不太敢讓相機碰到水，我相信在一些日常的拍攝，
輕巧會讓你更願意帶着出門。在需要長相機的拍攝，尤其我最常遇到的整人節目和求婚驚喜的拍攝，以及大家之前很流行的荒島啊、實境節目的拍攝 ，Go Ultra 的體積、重量跟畫質以及連續錄影的能力，應該是所有的設備裡面最適合藏好幾台同時拍攝的酷東西。這個產品叫預錄底座嘛，所以它主推的是預錄的功能，可以讓相機保持連續錄下開頭最長30秒。你在注意到精彩的畫面，並且按下錄影的時候，就可以回頭錄到你剛才沒有按錄影之前的30秒的內容。對於不希望檔案太大、影片太長的人來說，搭配預錄底座使用，絕對是節省儲存空間的好幫手。比起預錄，我覺得這個底座最棒的地方是拖電續錄。有些相機在外部電源跟內置電源切換的時候，為了避免電訊號產生的突波弄壞相機，會在插拔電源的時候停止錄影。你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這台這樣子是不會影響它正在錄影的。這代表如果你希望檔案不要間斷，只要你的記憶卡容量足夠，那邏輯上你是可以一直抽空幫它換行動電源的。你的錄影時間原則上沒有上限，除非你遇到過熱啊。我不確定誰用得到一個行動電源插上去拍3到4個小時，對我來說已經是極少用到的需求了。但反正你就是有這個選擇，有且只有 Go Ultra 辦得到。我剛說到最新的配件，前陣子缺貨等好久，這是 Go Ultra 第一視角預錄續航套餐。名字好長，不是有什麼迷你時光機之類的名字嗎？反正官方數據是這個行動電源有4800毫安時的電量，支援18瓦左右的快充。在 Go Ultra 開啟長續航模式之後，可以連續錄影8個小時，哇塞！但高溫表現下怎麼樣？我先打個問號。就現在是冬天，我有點難測。但邏輯上呢，你的理論錄影時間長達8個小時，實際上使用4到6個小時，應該也不是問題。另外，預錄影新增了笑聲截取，它好在偵測到笑聲的時候，會幫你自動開始錄影，然後在30秒後自動幫你停止錄影，這樣你剪輯的時候就變成歡笑一籮筐，全部都是在笑的素材這樣。頸掛的設計感覺有點笨重，這個202克 Go Ultra 53克。如果你曾經用相機背帶把相機掛在脖子上，那具體的感覺其實跟一台卡片機差不多重。但你說我喜歡嗎？我應該是偏不喜歡。雖然它不會掉下來，但是它就是要配合那個磁吸頸掛使用，會比較安心一點。所以你其實會感覺到胸口好像卡了一個什麼東西，反而不是覺得脖子不舒服，而是胸口緊緊的。難道這就是戀愛的感覺嗎？像這樣的愛情讓我穿脫也不是很方便啊，但不喜歡不代表不好用。事實上，這套組合就是目前你需要迷你一點、沒有負擔一點的相機，你希望低光畫質不要太差，又想要連續錄影8個小時以上，不想像預錄底座那樣牽着一條很長的線，那你目前唯一也最好的選擇就是預錄續航套餐。Go Ultra 為了符合城市旅遊和日常 Vlog 的需求，有新增人像模式，可以針對人臉體量並進行肌膚細節的美化。我自拍比較多，所以通常我是保持開啟的。人像模式跟濾鏡可以交叉開啟，你可以開着人像模式，同時又把濾鏡打開。其中白皙和自然是針對人像比較友善的濾鏡。喜歡清新風格的話，可以開白皙；喜歡飽和度高一點的話，可以開自然。然後現在有新增幾套富士濾鏡 ，NC 底片影調偏青綠，高光偏黃，適合在白天拍出復古感。NC2 底片影調偏藍綠，高光中性，適合在白天拍出文青、色調感比較重的畫面。CC 底片是反差比較小，色彩濃，適合不擅長調色的人建立色彩風格。CC2 則是高光跟中間調偏黃，暗調偏青，一個 orange and teal， 它親切的感覺。白天拍起來會看起來有點黑黑的，適合在夜景、路燈很多的時候塑造復古感。我知道你快要受不了我念咒語了，所以我簡單弄了一個表，老手可以自己略過，多拍多嘗試。那新手就截圖抄答案，不滿意再自己微調。超級新手的話就自然和 CC 底片2選1，夠簡單了吧？順道一提，我自己平常是開着 CC 底片模式，魯魯修也是選 CC。最後的最後，讓我小傳教一下，我真的不太懂為什麼萬向支架不在套裝裡面，但我非常推薦你買。最近一次去大阪，我全程都沒有用自拍杆，而是用這個支架，比魔杖還好用。哈利也喜歡。球頭結構搭配可水洗的粘性吸盤，只要不是很危險的拍攝，尤其是城市旅遊，你只要永遠找得到廁所，永遠找得到可以粘住的平面，那整個城市都是你的自拍杆，因為它粘上去跟拔下來都非常的快，可能沒有辦法非常持久，但粘個幾分鐘、幾十分鐘，拍幾段 Vlog 素材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粘性不足，馬上找個廁所洗一洗。它的粘膠跟預錄底座一樣，是水洗膠，就是洗乾淨甩個2下，吃飯的時候放在桌上，吃飽差不多就恢復粘性。
唯一不建議的是用任何手段吸乾它的水，抹布啊、衣服啊、衛生紙都會殘留毛絮，就會迅速減弱它的粘性。有興趣了解更多 GoGo Shot 的配件和玩法，可以看我之前的評測，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或是右上角的資訊卡。有成功幫你生火或滅火的話，請留言告訴我，你們的留言回饋都是在督促我持續更新的動力，謝謝你們。就這樣，希望這次的內容對你有幫助。冰島來了，我是詹冰，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